电费不要钱啊！我儿子每天加班挣钱很辛苦的。妈，我发烧了，你能送我去医院吗？去什么去啊！就知道乱花钱，矫情！都6点了还不起来做早饭？我娶的是儿媳妇，不是千金大小姐。哼！妈，江初夏，我儿子每个月给你那么多钱，你就给我吃这个。我要喝豆浆，现榨的。妈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没事吧？我看你这是存心报复，不就你怀孕让你做了个早饭吗？哎呀，这么大脾气，你以为你是太上皇啊？你嫁进我们家就要守张家的家规。张家家规第8条说的什么？哑巴啦！全心全意孝顺公婆，无条件的听从婆婆的吩咐。既然知道，还敢不孝顺我，今天呀，就要好好教教你，做一个孝顺的儿媳。你敢打我！妈，你怎么了？儿子，没事，都怪妈做早饭太迟了。你不要责怪初夏，她不是故意推我的。初夏推你？不能吧？老公，是吗？哎呀，我肚子好疼，我是不是不行了？我要去医院，快送我去医院吧！医生，我妈一直喊肚子痛，她没事吧？老人家身体各方面都很好，不过怎么了？从检查报告来看，老人家这是怀孕2个月。什么？真的呀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小薇呀！妈的，又输100。喂，我在上班。哦，怀孕了，太好了，在哪？好，我马上来医院。老婆子，哎呦，哎呀，小薇呀，20年前妈怀了一个孩子，但因为要养你给流掉了。现在呀，肯定是我儿子回来找我了。这个孩子呀，一定要生下来。小薇呀，你是我儿子，这个可是你亲弟弟，你得养啊。对呀。儿子，你可不能有了媳妇忘了娘啊！哎呀，妈，我怎么可能不管你啊？只是，爸妈，你们想好了吗？那就生吧。徐女士，我得提醒你，高龄产妇属于高危妊娠，我们医院是不建议生育的。啥意思？妈，医生的意思是说，建议你不要这个孩子，因为呀，你年纪大了，你生的话会有风险的。而且吧，生养孩子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我们这个家庭情况，要2个孩子的话，你说什么？我张家怎么会有你这么恶毒的儿媳妇？你肚子里的是命，我肚子里的就不是命了。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老婆，你也少说2句。我工作上已经很烦了，举步维艰了，现在还要处理家里的事情，我很累的。老公，哎呀，儿子呀，我不妨碍儿媳妇生孩子了，我不生了，我现在就去死！哎呀，妈，你现在是孕妇，你别激动呀。好了，这里是医院，在这闹什么呢？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了啊？老婆子，别理这个贱人，我们有儿子给我们撑腰。就是，妈，这样吧，我每个月给你们3000块钱，你安心养胎，不要闹了，这里是医院。哎呀，还是我儿子好呀。3000，老公，你每个月工资才8000块钱，你别说了，你非要闹个1尸2命吗？妈，看电视呢。
妈，你干嘛呀？这是我儿子买给我的。你怀的是个赔钱货，生出来是个废物，配吃吗？哼！我要多吃点，这样啊，我儿子到时候才聪明。妈，这些都给你吃都没问题，但是你怎么能这么说？你未来的孙子呢？我就说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还杵在那干什么？滚去打扫！一个女人就应该做家务、生孩子、伺候老公和公婆，这是你的命。一个小贱人，还敢哄骗我儿子让我打胎，简直没搞清楚自己的处境。小贱人，必须给他一点颜色瞧瞧。宝贝，怎么了？妈，是不是张志威那小子欺负你了？没有妈，我就是想你了。啊，妈呀，在忙农活，你好好养胎，等妈抽空去看你。好，妈妈。你能干你就干，你干不了给我滚蛋！领导，方案我熬夜做出来的。妈的，倒了8辈子血霉了！都说了我在忙，你打电话干什么？喂，老公啊，你妈她……我说你能不能迁就一下我妈，别一点小事给我打电话，我很忙的，上班。宝宝，我们不打扰爸爸工作，妈妈不哭，妈妈一定让你健健康康的生下来。哎呀，宝宝，我的宝宝，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宝宝！哎呀，儿媳妇，你怎么不小心摔倒了呀？干什么吃的？平地都能摔倒，太没用了！爸妈，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宝宝！啊，我马上帮你打急救电话。儿媳妇，你撑住啊！走。医生，我老婆孩子怎么样了？大人孩子目前是没有生命危险，不过孕妇极有可能流产，我建议还是最大医院打保胎针，以防万一。不行啊，保胎针我知道，一针好几万呢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进口的阿托西班也就几千块钱，普通的才千把块钱。再说这是2条人命啊！儿子呀，既然你老婆摔了一跤，说明是天意如此，这孩子留不住了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傻儿子，又要保胎又要住院，那得花多少钱呢？咱们家本来就困难。是啊，你妈说的对，你老婆平地都能摔一跤，那老天都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保胎就是浪费钱。妈，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儿呀，妈已经50岁了，这辈子就这一个机会怀孕了。你和初夏还年轻，还有的是机会怀上孩子。就当妈求你了，让妈生吧。这，看来只能下血本了。儿子，走，爸带你去个地方。爸，这什么地方？这是有名的顿坤道馆，这位大神名叫顿坤，是远近闻名的神算子。爸，准吗？他不会是骗子吧？张志威，工作不顺，必遭大难。你看吧，这都是大师算出来的，我可没透露一个字啊。你们这些灾祸霉运，全都是因为江初夏肚子里那孩子。
那孩子是灾祸。若是出生，你们张家必定遭受灭顶之灾。哎呀，大师，那怎么破？今晚3点30分，正是阴阳交汇之时，到时由本大师亲自剖腹取子，一切灾祸霉运尽数消除。爸妈，这是哪呀？儿媳妇，别怕了，你有病，我们帮你治啊。妈，我没病。老婆，刚刚大师帮我们算了一卦，只要打掉这个不祥的孩子，我们家一定会鸿运当头的。你疯了！老婆，我们还年轻，这次就让妈生，我们再慢慢再生嘛。这也是你们张家的血脉，你们怎么能这么狠心啊？老婆，你就同意吧。妈都这个岁数了才怀上孩子，她就这一个心愿，我保证就这一次，以后我会好好对你的。你们走开！你们都走开！你们都是疯子！老公，老公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才6个月，如果现在剖腹产，我会死，孩子也会死的。老公，老公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老公，你忘了吗？你忘了吗？你说等宝宝出生，我们要去拍亲子照的，你忘了吗？你说要把宝宝的照片刷爆朋友圈的，你说了，你说了要给宝宝拍满月酒，你都忘了吗？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，我在这里做，我1尸2命的，老公，我求求你，你放过我们吧，老公，我求你了。不好，患者出现呼吸衰竭，心脏骤停，快准备抢救！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醒了，医生，我女儿醒了，我的孩子，太好了。醒了就好，好好休养吧。哎呀，谢谢医生啊，好好休养啊。谢谢。哎呦，你终于醒了你。妈，你怎么在这？那天你给我打电话，我就听出来你语气不太对劲儿。妈不放心你，就过来找你，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你，我就报警了。最后啊，是警察在道馆里把你找到的。你这傻丫头，你说你年纪轻轻的，你怎么能为了保胎去信那些迷信呢？妈，不是我，是张志伟他们一家迷信。他们说我怀的是祸害，要剖腹给我取子，为张家改运。什么？妈，要不是你提前赶到，我可能都没命了。什么？这群畜生，他们怎么能这么干呢？我要去报警。妈，你别报警。妈，我自己的事情，我自己会处理好的。可是，妈，你相信我吧。妈相信你，从小到大，你就是个有主见的孩子。妈就信你一次，但是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，有妈在。哎呀，我儿子对我太好了，为了让我好好养胎啊，不仅买了新空调，还买了新沙发。这弟弟都没出生，就热心的给弟弟把婴儿床和婴儿车买好了，总共花了3万多呢。徐凤霞、张炳、张志卫，你们对我造成的痛苦和折磨，我要你们加倍偿还。哎呀，真他妈倒霉！你喊什么呢？没什么。遁空大师说的没错，我们张家就是因为江初夏肚子里的那个灾祸子，才霉运当头的。那个小贱人上次走运，警察赶到了，救了那孩子，也救了那个灾祸。你提那个贱人干嘛？提他就来气，
他不在的这些日子呀，家务没人干，衣服没人洗，你看看都堆成山了。哎呀，他是不是故意躲起来偷懒的？不行，我打电话叫他赶紧回来。赶紧的。好，谢谢啊。出院手续都办好了。你确定不跟妈回老家吗？妈，很多事情终归要我自己去面对的，你放心吧。喂，江初夏，你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你倒是会享清福，你妈怀孕都没人照顾，家里家务也没人做，你就这么给人当儿媳妇的吗？还不赶紧出院回来照顾你婆婆？女儿，以后有什么难处尽管跟妈讲，妈永远支持你啊。谢谢妈。美女，我们这是微型监控，极难被人发现，而且是高清，只要联网，无论人在哪儿都能实时监控。这网上博彩都宣传了1个多星期了，结果才这么几个客户，并且还是些没钱的。你们2个干什么吃的？龙哥，现在的人警力性太高了，没办法呀。对呀，我们想帮人戒赌都不容易啊。闭嘴吧你！如果再搞不到客户，我就他妈找你们2个。帅哥，你们说的网络博彩是不是这个？对呀，美女。怎么了？挺着个大肚子也玩博彩啊？不是我，是我公公。我公公每个月退休金有15000，积蓄呢也有个40多万吧。但是啊，他特别喜欢博彩，家里人都担心的不得了，怎么劝呢他都不听。你们是专门帮人戒赌的吧？那我求求你们帮帮我，你们能不能帮我公公戒赌啊？好啊，没问题，美女。我们公司的宗旨啊，就是热衷于帮别人戒赌，并且保质保量。不过，如果你要真想帮你公公戒赌，你得给我们哥几个几场戏。那没关系的，只要能帮我公公戒赌，怎么样都行。欧了。您的余额已不足，请充值。妈的，又输了500，小薇这个月给他3000养胎钱就剩200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你又发什么神经啊？没什么。我回来了。你出院怎么不告诉我一声？老公，我没那么矫情，我可以自己出院的。哎呦，江初夏，我看你还真会装呀！我们都害得你差点剖腹流产了，你不生气吗？是不是憋了什么坏主意，准备对付我们的？妈，我都搞清楚了，是那个贾大师欺骗了你们，我和你们一样都是受害者。要怪就怪那个贾大师妖言惑众，我跟你们是一家人，我怎么会生你们的气呢？我更不会憋什么坏主意呀。真的？妈，之前我反对你生孩子是我的不对，咱们家现在不是困难吗？我也想清楚了，我这还有段时间才生呢，所以优先给您安胎。我呀，能省就省，一定好好伺候您，让您顺顺利利的把孩子生下来。哎呦，算你识相！既然回来了，这几天堆着的衣服就赶紧去洗了吧，别想偷懒。老婆辛苦了，等你洗完衣服，赶紧去做饭。这几天你不在家，家里泡面都吃没了。辛苦什么辛苦？你娶她不就做这些事儿了吗？喂，好同学啊，哎呦，真不用了，这网络博彩我也没玩过，就算你说100%赚钱，我也搞不懂啊。什么？本金500，能赚5000？哎呀，真不用了，我现在挺困难的。不瞒你说，我连500块钱我都拿不出来，真不好意思啊，老同学。
没用的废物，简直就是个傻子，100%赚钱的路子都不要，就便宜我了吧？哎，你好，我是江初夏的公公，他没时间玩，我想试一下那个运气。我问问你啊，那个100%能赢钱的，是不是真的呀？大叔，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不是初夏，是我的老同学，这种事儿怎么会轮到你身上？这样吧，你按照我说的做啊，先去玩2把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了。哎，好嘞，好，先打开网址。点进去。 200充值成功，恭喜您赢得对局，可兑换1000人民币。恭喜您赢得对局，可兑换3000人民币。恭喜您赢得对局，可兑换5000人民币。小龙，太神了！我已经赢了1万多块钱了，这要是玩几天，我不要起飞了。怎么样，张叔？我没骗你吧？我跟你讲，我掌握了这方面的漏洞。你投的越多呢，赚的就越多。不过我只选择我信得过的亲戚和朋友。如果你不是初夏的公公，这种好事怎么会落到你头上啊？好，我以后就按照你说的啊。没想到我张斌也有发财的一天。不行，我得去消费消费。你老公和你妈呢？啊，老公陪妈去医院产检了，说11点钟就回来。啊，中午就别做我的饭了，我有事要出去一下。啊，好的爸。爸，你好帅啊！儿子，给你的。这什么呀？哇！老婆子，给你的。我也有啊。爸，这表得1000多吧？我这个也得1000多吧？哎，等等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不会是把养孩子的钱拿去用了吧？什么用什么？我今天不知道踩了什么狗屎运了，这路上捡的钱。捡的，早说嘛！哎，这化妆品我可喜欢了。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爸，吃点水果。爸，怎么没有初夏的礼物啊？他有什么资格要礼物啊？不挣钱的废物，还杵在那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给我炒2个菜，我要喝2杯庆祝一下啊！张斌，很快你就笑不出来了。好的，爸。老头子呀，小薇带我去楼下散步，你去吗？哎，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去吧。走吧。哎，小龙啊，我今天准备了2万块钱，准备今晚再干一场吧。现在不行了，张叔，漏洞啊已经被修复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还没赢爽呢。漏洞这个东西，你抓住了就可以稳赚一笔，如果抓不住，那就没戏了。这个太正常了。
那还有没有别的漏洞啊？几千几万的小漏洞，我这里是没有了。不过我这里有一个赌马的漏洞，你投30万，可以稳赚100万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自己都投了60万进去，你玩不玩？30万？我到哪搞那么多钱呀？这太简单了，你先贷款啊，等赚了之后再还回去不就完了吗？靠谱吗？30万可是一笔巨款呀！张叔，你如果不信，那我也没办法。这样吧，等以后我这里有了小漏洞，我再告诉你。那下次是什么时候？这个说不准，有时候1、2天就有了，有时候半年都不会有。我想想，挂了。喂，丽丽啊，你说什么？一次网络博彩赢了1套房？哇，你们这也太厉害了！行，好，有空咱们一起聚聚啊。你朋友打电话跟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？废什么话？问你就说。就是我的3个老同学，他们一个人网络博彩赢了1套房，还有2个，一个人赚了40、50万，打电话让我跟他们庆祝庆祝。赚这么多钱，他们在哪赢的？好像是一个叫田龙的老同学，给了一个什么漏赢的钱。爸，你平时打点小牌娱乐一下就算了，可千万别痴迷于网络赌博呀，那风险大得很。你别看我这几个朋友，个个现在都赚得盆满钵满，可是哪天输得一干二净，可能都不知道。你做好你的家务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老子来了？喂，小龙，今天这个漏洞我绝对不能错过，帮我贷30万，我要赌马。那你有房子或者车子做抵押？有房产，那就好办。这样，张叔，你把你的身份证还有你的房产证拍个照片发过来给我，其他的事我来帮你办。好嘞。张志威，明明房子的首付是我找我妈借的，为什么房产证上会写你爸的名字啊？老婆，你先别激动，我妈说怕以后我们不孝顺，心里没安全感，所以我才这么做的。再说了，咱们以后都是一家人，那我爸的东西不就是你的？怎么写我老头的名字你不乐意？这贷款都是我儿子在还，房子就是我们老张家的东西，你做梦都别想有。妈的，死老娘们儿，房产证放哪儿了？房产证放哪儿了？我要发财了，老子要发财了！看你这死老太婆以后拦不拦我赌博了，到时候不得把我当祖宗一样供着！喂，上班，老子马上就发财了，上锤子呗！哼，恭喜你发财！怎么打不开？怎么打不开了？我去！哼！我操！谁呀这是？哎，喂，小龙，那个博彩软件怎么打不开了？张叔，昨天呢，有太多的人涌进这个网站，都想一夜暴富，所以这个服务器给干崩溃了。啊？那什么时候服务器能修好啊？我看那贷款的利息老高了，我还想把赌马赢的钱给提现出来，把那个贷款还了呀。张叔，漏洞都被修复了，钱拿不回来。那怎么办呢？你不是说100%赌马就能赢钱吗？是啊，
赌马肯定是100%能赢钱，但是这漏洞被官方修复了，那就相当于考试作弊被抓了，所以钱拿不回来了。说这是个意外。我跟你说，我这里还有一个俄罗斯大转盘的漏洞，投10万可以赚30万。10万？我哪儿来的10万啊？小老，你听我说，你当初说100%能赢钱的，我才赌马的，现在没钱了，你让我不行，你必须把钱还给我，不还也行，那个贷款房产抵押就不算数。说，你想什么呢？我可给你提个醒啊，这贷款呢，你抓紧时间想办法给我还了。那些放高利贷的，你可惹不起。你听我说，就算输，求你了啊！那个房子是我儿媳妇和儿子买的，我就是挂了个名儿啊。要是让家人知道我把房产抵押去做赌博，那不得撕了我呀！你这个老东西，你在这放什么屁呢？你生和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警告你啊，你赶快把30万的贷款给我还了，要不然我不但要收回你家的房子，顺便呢，我再给你放点血。啊！我，你个龟儿子！30万，我到哪里去找30万？我这下完了！你看看你，都叫你别赌了，你不听。你今天打牌又输了多少钱？一直唉声叹气。没打牌，谁打牌？近期本市出现50多起网络博彩诈骗案件，诱导被害人沉迷赌博，或借或抵押等形式骗财，往往被害人家庭也因此支离破碎。爸，你在家打点小牌，我们都无所谓，毕竟谁没点爱好，输赢也不大。真假？但是你一定要远离赌博，尤其是网络赌博。我同事小王他爸就被骗进网络赌博，家里几百万的资产全都被骗了，最后还欠了不少高利贷。催债的上门逼债的时候，房子都被收了，他爸还被挖了一个肾去抵债。我知道了。老公，你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起我那3个同学，他们呀被一个做博彩的人给骗了，就是那个老同学田龙。爸，我之前跟你说过那个，他们吧是什么样的套路呢？就是那个田龙，先让他们赢钱，等他们慢慢陷入陷阱之后，再让他们输得倾家荡产。他们专门瞄准的目标啊，就是那些上了年纪的、没什么文化、对赌博上瘾的老头老太太。爸，所以你一定要提高警惕呀！赌博是害人的东西，千万碰不得。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手滑，油滑。哎，老头，我看你今天很不对劲儿啊！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能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想多了吧你们！这真是吃饭。去！你们谁呀？怎么进来就乱打人？这是张斌的家吧？我是张斌的朋友，叫他出来，我找他有事儿。张叔，我有那么可怕吗？见了我就想跑啊？不是，这我没有。兄弟们，过来给张叔上一课，要不然他还以为我在给他闹着玩呢。少尉救我！老婆子救我！你们到底是谁呀？跑我家来无缘无故的打人，也太过分了！我他妈还有更过分的呢！你见过没有？你敢打我，儿子！有人打你妈了！你们这群王八蛋，赶紧住手，不然我马上报警！报警？好啊，你去报啊！张兵在我这里抵押贷款借了30万，我来找他要钱，天经地义，就是警察来了，
能拿我怎么样啊？啊？什么？借了30万？哼，你说借就借了，我老头子还没说借呢，谁知道是真是假？你这个老东西，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是吧？看清楚了，这是他的借款合同，上面有他的签字。看清楚了没有？爸，当初这房子是我找我妈借的钱付的首付款。您当时说害我们对您不孝顺，所以就在房产证上只写了您一个人的名字。您怎么能拿这套房子去抵押贷款赌了呢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赶紧说呀！我说，都是他给我设的局。他先让我赢1万，然后套路我，让我去赌马，说是最低投30万就能100%能赢100万。我哪有30万啊？这是就骗我，让我把房产抵押。哎呀，你呀，你这个老家伙，赌博是你自己要赌的，借钱呢也是你自己找我借的。嘿，现在怎么都赖到我头上来了？张斌啊，你个老混蛋！我说你前段时间怎么买这么多东西？原来你是死心不改呀！我们老家的房子已经塌了，现在我们家就指望这个房子了。你是要亲手毁了这个家呀？爸，我早就告诉你不要沉迷赌博，你不听。现在捅这么大娄子，怎么办啊？肃静，消停点儿。老子今天来这里不是看你们在这吵架，说怎么还钱？30万，我们也还不起啊。大哥，能不能商量一下，少还点？哼，还不上是吧？真的还不上，那咱们就按合同写的来啊，上面写的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还不上，这房子那就是我的了。你心也太黑了吧！我这个房子怎么说也值60万，我们只欠你30万，你想要房子？不可能！没办法呀，要钱你们还不上，那我只能收房了。妈，您消消气，现在您是有孕在身，可不能动了胎气。这件事已经发生了，再敢把生解也是无济于事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把钱还上，不然利滚利，这太吓人了。对，儿媳妇说的对。你闭嘴！反正这钱呢，我们是没有能力还上来。我呢，就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孕妇。你们要是敢乱来，我和我的孩子出了什么事情，你们可全都要负责。妈的，我给你脸，你不要脸是吧？你竟然敢威胁老子！你信不信？如果这钱还不上，我让你们全家都鸡犬不宁！我的肚子好疼啊！哎呀，妈，我肚子好疼！我和我的孩子要是死了，你们可都是杀人犯呀！哎呀，我和我的孩子要是死了，你们可都是杀人犯呀！继续演，老子倒要看看你们到底演到什么时候！老婆子，这些人都是狠人，咱们想耍赖可能不行啊！你还好意思说？都怪你沉迷赌博！行了，别他妈在这给我演了，我就给你们1天的搬家时间。1天后，如果你们还不搬出去，我胳膊啊！这就是代价。胳膊断了啊！断得好，让你赌！你个老东西，我的家都被你败没了，我打死你！妈，你消消气，消消气。爸，你赶紧去厕所里躲着，等妈气消了你再出来。妈，你别气坏身子。快到120！哎呀，老头子呀！哎呀！医生，我公公的情况怎么样了？他现在不仅摔断了腿，而且头部遭受了重击，现在有意识、有想法，能听到我们说话，但是身体却不能动，也不能说话。唉，彻底瘫了，一辈子也就这样。
是啊，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们都没吃东西，你也该饿了。想吃什么？我帮你去买呀。看到却吃不到，家里没有一个人愿意管你。张冰啊张冰，我能预见你悲惨的下半生了。你猜猜，你为什么会掉进田龙的陷阱？又为什么当你对田龙提出的投资有所质疑的时候，刚好听到我的朋友因为田龙赢了钱？你又猜猜，为什么厕所的地板上会有洗洁精呢？没错，我倒的。你和你的老婆想设计害死我的孩子，如今你被摔得终身瘫痪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不过你放心，你的老婆和儿子很快就会来陪你的。怎么样，妹子？这次帮你公公戒赌，你可满意啊？虽然代价有点大，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你能帮我公公戒赌的。你客气了，这一向是咱们公司的宗旨啊。哎，妹子，合作愉快。下次如果有这样的客户啊，你多帮我介绍啊。田老板，我找我妈借了些钱，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些钱，总共呢凑够了40万。您吃点亏，把房子给我吧。不是，妹子，您这是几个意思？这套房子现在的市价是60万，那时间再久一点的话，涨到80万是一点毛病都没有。再说，我也打听过了，这片区域可是拆迁征收的区域，要这样算的话，这个房子以后的价值那可是不可限量的。田老板，根据借贷协定，我可以在你收回房子的3个月内，用欠款额加上违约金，重新的买回这套房子，而且金额也刚好是40万。这套房子，如果我不给你，田老板，我虽然懂得不多，但是你这个网络博彩好像涉嫌诈骗吧？我也不太懂啊。这个罪名一旦成立的话，好像是10年起步吧？你和我公公的事情啊，我可都保留了证据。你说，如果我报警的话，那会怎么样？行啊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一招。嗯，哼，罢了罢了罢了，我田龙啊，出来闯江湖闯了这么久，你还是第一个敢给我上课的人。哎，交给你。谢谢了，田老板。嗯，现在房子啊，终于回到我手里了。张志威、徐凤霞，接下来到你们了。哎，老公，你衣服上怎么有女士香水的味道啊？跟你说了也不懂。可是这明明就是女士香水的味道。像你这种家庭主妇，你懂什么呀？我们这种商务应酬都是去那种高档的地方，那个地方的香味都是这样。以你的层次，你的身份，没去过那种地方，这不怪。但是你胡搅蛮缠，不知所谓，那就是你的问题。你不要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，我儿子赚钱养你已经够意思了。再说了，男人在外面3妻4妾，逢场作戏，那不是很正常的吗？就算我儿子在外面有点什么，那也是为了这个妻爱呀。你还不赶紧去打盆洗脚水，伺候好我儿子？这些问题你没资格问。老公，你没事吧？喂，小张，到家了吗？你是志威的领导吧？你这么晚打电话给志威，是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儿。你就是他老婆，那个家庭主妇。那今晚他跟我喝多了，你好好照顾他哦。儿子呀，李姐这人真不错，
这么便宜就把房子租给了我们。是啊，这房子的小区户型啊都是一样的，多好呀！妈，你开心就好。开心，开心。哎呀，既然省了这么多钱，那我要给我儿子买点新衣服。妈，咱家经济本来就紧张，能不能别乱花钱？孩子还没出生，衣服买了一大堆了。你没当过妈，不知道当妈的心情。我恨不得呀，把全世界最好的东西都给我儿子。可是，老公，妈买几件婴儿服也花不了多少钱。现在呀，主要是妈开心，妈开心，孩子就长得好。而且等宝宝出生了，这些也都用得上，不会浪费的。对，儿媳妇说的这才是人话。你现在呀，连你儿媳妇都不如了。这个好看是吧？这个真好看。妈，今天老公亲自下厨给你做饭，肯定都是做的你喜欢吃的。我是他妈，他做饭给我吃，孝顺我，那是应该的。吃饭了。怎么，这就是今天的大餐？一块肉都没有。就这么吃吧。不行，我要吃肉。这些蔬菜一点营养都没有。妈，我爸赌博输光了家里所有的钱，我公司呢最近有个升职机会，需要一些钱去打点，如果成了，能多了好几千块钱。所以你先忍忍，等我升职之后，我让你吃个够。忍？老娘可以忍，但我肚子里的宝宝怎么忍？不吃！哼！妈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医生也说了，让你吃点清淡的，不要大鱼大肉，对你跟孩子都好。好个屁呀！我真是养了个白眼狼，连肉都不给他妈买来吃，你就舍不得给我花钱呗？我不舍得给您花钱。之前你说你要安心养胎，要我给你买保健品，我买了。这孩子还没出生，你要婴儿车、衣服、奶粉，我都给你买了，花了我整整3万多块钱。现在你说我不舍得给你花钱，你太过分了吧？我过分？你是我儿子，给我花钱那是应该的。我还没老的躺在床上不能动，你就这样对我，那要是将来就我老了，我还能过上好日子吗？你这是胡搅蛮缠，无理取闹！哎，你个不孝子，居然这么说你妈！老公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妈呢？妈现在是怀有身孕，妈也不过就是想吃肉而已。咱们再穷也不能穷父母啊！而且妈现在是怀孕初期，很需要营养的，有营养才能养好宝宝啊！洗干净你的猪耳朵听听看，这才叫人话。可我们现在没钱，我能怎么办？妈，我这还有几百块钱，我就不去产检了。我把它省下来，给你买肉吃，补充营养。后面的产检呢，我也不去了。我去外面看看，找找有没有孕妇做的兼职补贴家用，好吧，妈？哎呀，儿媳妇呀，终于像这样子了。你看，多跟你儿媳妇学着点。我今晚要加班，先走了。妈，别生气了，我赶快给你点点这肉菜的外卖吃，好不好？哎呀，看你喜欢吃哪个。好呀好啊，儿媳妇呀，你这么孝顺妈就对了。哎呀，没钱真烦呀！怎么了，妈？我呀，看中了几件宝宝的衣服，特别可爱，想买，但是没钱了。妈，我现在没钱了，要不然咱们有钱了买吧。这是几件牌子货，就卖这2天，等有钱了买，早没了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妈，你可以用智威的信用卡呀。哎，信用卡哦，我之前听小区里的人说，这个是可以先拿钱用，然后后面再还上，是吧？对呀，等智威发工资还上就行了。初夏呀，你真是妈的好儿媳，比那小子听话多了。妈，只要您高兴就好。可是我也听说了，那信用卡碰不得，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用。万一小薇知道我用她的信用卡，肯定会很生气的。那宝宝的衣服过2天就没了，你不买了？再说了，这个智威的钱不就是您的钱吗？先不买了。哎呀，你也别愣着了，赶紧去把屋子收拾一下。好。喂，是我，哎，逼不得已才找你的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。
徐凤霞在城里根本没什么能帮得上忙的朋友，乡下那些更不用谈了。现在她迫切想用钱，她这个时候打电话是想找谁帮她？妈，我运气好，找了一个适合孕妇做的兼职，我出去一趟。好，去。喂，大柱哥，人都出去了，你快来吧。凤儿啊，想死我了！哎呀，这么些年真是苦了你了。来，屋里说。大柱哥呀，你看看我现在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？因为张兵赌博输了所有钱，把房子都输没了。我现在呀，连块肉都吃不上。哎呀，我们的孩子呀，正是需要营养的时候，不能继续这么下去。凤儿啊，这么多年，其实我过得也不是很好，家里的财政大权都被那死老太婆把持着。不过她得了绝症，活不了多久了。真的啊？这样，我还有点私房钱，我先带你出去吃顿大餐，给肚子里的孩子补营养，顺便再提出1万块钱给你熬药。等咱们的儿子出生了，那死老太婆一命呜呼，我就让大儿子和咱们的小儿子一起回家，一家人团圆，过上好日子。哎呀，还是大柱哥好呀。那是，你知道，我可是爱你的。咦，徐凤霞，我还真是小瞧你了。你害得我受尽痛苦和折磨，我又怎么会让你如愿以偿的过上好日子？妈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找我老闺蜜去了。素，又是素！我看到这些菜我就想吐。妈，我是按照医生嘱咐给你买的菜，况且你想吃肉，哪有钱买啊？赶紧拿去买肉。哇，妈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又没有收入。找我老闺蜜借了点儿，你不知道，人家可有钱了。好了，不跟你废话了，赶紧买肉去。妈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舒服吗？不真的，我只图财，想让我销毁证据，拿出10万块钱，否则这个视频我将发给你们双方的家人、亲戚、朋友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怎么看着手机就怪怪的？是手机出什么事了吗？不关你的事儿，你过去拖你的地，干你的家务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想干什么？不好了，大柱哥，出大事了！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会有我们的视频呢？我也不知道呀，咱们见面聊吧。好。我有事要出门啊，告诉小薇，我晚上不在家吃了。好，妈。
大柱哥，你也收到视频了？是啊，我们一定不能让他把视频曝光啊，要不然那老太婆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跟我离婚的。到时候我们就会功亏一篑的呀。那现在怎么办呀？对方要10万，看来只能满足他的要求了。哎呀，波儿，我的私房钱只剩下2万了，剩下的钱恐怕只能由你来想办法了。在那老太婆没死之前，我是拿不出来钱的呀。可是我也没有呀。张斌的老东西把钱都赌完了，要不然上次我也不至于找你借钱啊。要不，你问你儿媳妇借一借。只要我们能够熬过这一关，我那老婆死了，我能拿到所有的钱，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呀。我试试看能不能借到吧。不过很奇怪，我们在家里怎么会有人拍到视频呢？等等，不对劲，江初夏那个小贱人有问题。江初夏那个小贱人有问题。老公，你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起我那3个同学，他们呀被一个做博彩的人给骗了，就是那个老同学田龙。爸，我之前跟你说过的。难道是他在家里安装了监控？江初夏那个小贱人，表面上装作什么事都没有，结果背地里报复我是吧？什么报复啊？大柱哥，你先别急，等我回家把人揪出来，然后想办法对付他。走。知道以后。你在这儿干嘛？满头大汗。妈，我在干活呀。你怎么了？谁惹你生气了？江初夏，你他妈好样的，敢在背后阴我！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装，你给我装！这个家除了你，还有谁会这么干？给我等着，等我找到证据，我再来收拾你！哼！难道不是江初夏搞的鬼？妈，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你就跟我说吧，我是你儿媳妇儿，也许我能帮帮您呢。找你儿媳妇借儿媳妇呀，我是听楼下的人说你藏了野男人，是妈误会了你，你不会怪妈吧？妈，你也是被别人误导了，我不会生气的。要是没什么事，我继续干活了。儿媳妇呀，我还真有事。我想问你借10万块钱。不，8万就行。8万块钱啊！妈，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多钱啊？哎呀，你别管，你就说你有没有吧。我自从怀孕了，我就没工作了，我哪能拿出来这么多钱啊？问问亲家母，我可以打借条的。我妈她就是个种地的，而且上次给咱们家买房子，已经花光了她所有的积蓄，她现在没钱了。一个穷鬼，一个废物，有事需要你们帮忙的时候，这一点忙都帮不上。妈，我虽然拿不出这么多钱，但是志威应该拿得出来的。还有个屁钱呢！妈，我也是才知道，志威有一笔工程要收尾了，他奖金都能拿15万左右呢。妈，您可是他亲妈，您跟他说，他肯定能给您的。对，我亲儿子给我钱，那是天经地义的。可是万一他不给钱呢？妈，我看你也是真遇到事了，你可以先试试嘛。你先跟志威要一下，看一下他给不给。如果他不给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去他公司要啊，让他领导直接打到你卡上不就行了？都是通情达理的人。可以，这个办法不错。看你表现不错啊，这个苹果让给你吃了啊。谢谢妈。真乖。徐凤霞，感谢你的赏赐，我会让你无依无靠的。孙总，
您找我？小张啊，你的潜力还是不错的，我很看好你哦。等这次的项目彻底结束了，我提拔你做这个项目组长，怎么样？真的吗，孙总？感谢孙总。不过，我听说你家里出了点事情，不会影响你工作吧？孙总，不影响的。那就好。小张啊，你可得好好努力。今天晚上，老样子，你来我这儿，我给你梳理梳理工作。好的，孙总，我一定好好努力。孙总，您这日理万机的，一定好好注意身体啊。虽然最近伺候这女人不容易，但好在结果不错。张总，楼下有个阿姨说是你母亲，门卫不让她进，她就躺在地上不走了。小张，这组长的位置可是很多人盯着的，这你家里的事儿啊，处理好，否则我也帮不了你。是，孙总，您放心，我肯定处理好。我要见我儿子，我儿子叫张志威，他就是这个公司，你凭啥不让我见啊？我儿子，我要见我儿子！娘，您别急啊，我儿子来了，看看，我就说我儿子在里面上班嘛。妈，干什么呀？大家都散了吧啊！好。儿子呀，妈这次真遇到困难了，快给我8万块钱。8万？我省吃俭用去哪儿给你拿8万块钱啊？可是。哎呀，好了，我真没钱，你赶紧走吧，还想不想我在这混了？我因为你丢尽了脸。好你个白眼狼啊！别以为我不知道公司的项目收尾了，有15万的奖金，我现在只是找你要8万块钱，你都不给。我哪有什么奖金啊？你就一句话吧，是不是我儿子？你要是我儿子，就给我8万块钱，不然你就是不孝，你要遭雷劈的。不是，妈，你怎么越老越疯啊？我1个月工资才8000块钱，我去哪儿给你拿15万？疯了吧？你这样说你妈？哎，孙总，小张，有个重要客户，你去接一下，接待好了，你组长的位置就稳了。好的，我这就去。好了，妈，别无理取闹，我这还有事儿呢，我给你叫个车，你自己回去吧。枉我把你养这么大，既然这么对我，就不怪我不客气了。哼！都说养儿防老，放屁！我真是养了个白眼狼啊！我刚才去他公司找他要钱，他直接把我赶走了。他们的领导也是，不就是开会吗？今晚我在开吗？气死我了！你还是我妈吗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跟我好什么呀？我可是你妈呀！哈，你现在有出息了，都不管你妈了。我怎么不管你妈？你在家里吃的、喝的、用的，包括这些东西，不都是我给你钱买的吗？现在说我不管你，你到底还要我怎么做？我很累的。张志威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你妈，不管你赚多少钱，你都要养我，也要养你唯一的亲弟弟。你给我钱用，那是天经地义的，你应该的。没了，全没了。什么没了？都怪你今天跑到公司的。领导开会你还跑进去，指着领导鼻子骂。我熬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熬出头了，马上就升职加薪了。因为你的自私自利，我的一切都毁了，就连工作都没了。你敢推我？你工作没了，那是你自己没出息，你怪我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不就想要10万块钱吗？你这个丧良心的，一毛不拔！老公，你怎么能推妈妈现在还怀着孕呢？你要10万块钱到底要干嘛？你滚开！不想跟你这个不孝子说话。哼！对，我不孝，我不孝。好，我就不孝了。妈，您别生气了，这事吧，您本来就没有错，您可是他妈呀，他赚的每一分钱都应该是您的，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。妈，您放心，老公那边我好好劝劝啊。儿媳妇呀，还是你最理解妈。
明天10万块钱要是不能到账，那视频就发到双方亲戚朋友和家人的手机上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呀？10万块钱，我去哪儿找啊？再拿酒来，我还要喝。老婆，我好痛苦，这是我奋斗这么多年以来的心血，因为我妈全没了，都没了。痛苦？哼，跟我的痛苦比起来，你这些算得了什么？老公，我相信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你滚！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你1分钱不赚，当然不操心了。现在我成了业界的笑话，以后工作难找，咱们家还怎么活？老公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咱们拿信用卡先顶一顶吧。信用卡的额度只有1万出头，能撑多久？不是1万出头，是10万。上次银行的专员专门给我打电话，给我提额，我还以为派不上用场呢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能派上用场。你到时候找到工作，发了工资，把它还上不就行了？也只能这样了。老公，你喝多了，你先休息会儿啊。儿媳妇呀，你也累天了，你快去休息吧。小薇啊，我来照顾就可以了。好的，那辛苦你了，妈，我去准备晚饭。好，辛苦了。10万块钱有着落了。我要出去一趟啊，晚上不回来吃饭了。妈，这么晚你去哪啊？你个废物，管这么多干嘛？真的菜了，哼！大柱哥，钱我找到了，太好了！等把钱给那人呀，这件事就算解决了。以后呀，我们一定要多加小心。只要等你们家那个老太婆死了，我们就没什么顾忌了。好，哎呀，凤儿啊，哎呀，这次真的让你受委屈了。不过这老太婆撑不了多久了，很快我就让你和2个儿子过上优质的生活了。真的吗？大柱哥，我可相信你的。太好了，那废物儿子靠不住，后半生还是要依靠王大柱。只等那个老太婆死了，我就能过上好生活了。我们赶紧把钱转过去吧，免得到时候再出什么意外呀。10万块钱我给你打过去，你确定会把那些视频都删掉吧？当然，我只求财。你要是敢骗我，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弄死你。转过去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！事情终于解决了。大柱哥，人家好想你，人家爱死你了。凤儿，哥哥带了些工具来，一会儿啊，哥哥我要好好安慰安慰你啊。徐凤霞，你以为凑够了钱就可以解决这次危机？今晚我就让你知道一下什么叫做绝望。罗春玉以老公王大柱跟自己的初恋徐凤霞在奇遇酒店402房。好一对狗男女，你们今天完了！好一对狗男女，你们今天完了！老婆，好啊，王大柱，我养你，管你吃喝玩乐，你花着老娘的钱出来偷情。走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
留下来！干什么？走开，走开！贱人，都这时候了，你还护着他？大主哥，救我！打呀！老婆，都是我的错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不关凤儿的事儿啊！他现在会有身影，你打下去，他会一尸两命的，老婆。好吧，王大柱，你个傻逼，你被人当猴子戏弄啊！你还在这里护着这个贱人，你被他卖了，你还帮他数钱呢！什么意思？王大柱，你好好看看，你个傻帽，那个钱最后都转到他自己的卡上了。这个贱人，他只为了自己后半生找个提款机给你演戏呢，你还以为他有多爱你？徐凤霞，你给我好好看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清楚。我不知道，大主哥，你要相信我，这真的不是我的卡呀，这不是我的。你还当我是傻逼呀？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的是你的名字。我知道，大主哥，这是我的卡。大主哥，你相信我，一定是有人陷害我，不是我。老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只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。我向你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你就原谅我吧，老婆。全心全意的对你，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你都背着我出轨，还用我的钱把私生子给养大，现在还想让我原谅你？哼，不可能！离婚，必须离婚！哎呀，老婆，你净身出户！不，我不离婚！哎呀，老婆呀，哎呀，这下全完了！我一分钱也得不到，几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！哎呀，徐凤霞，都是你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有现在这个下场？我他妈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臭不要脸的，打死你！哎呀！这他妈的工作也太难找了。你们干什么？我的鼻子！操你！别打了，求你们了！张志威，要怪就怪你妈不守妇道，年轻的时候出轨我老公，现在老了还跟我老公来偷情。什么？废了这条腿！走。哎呦，我的儿子呀！谁这么狠心把你打得这么惨呀？我心疼死了呀！你个老不死，我都知道了，还在这装，是你出轨，人家报复到我头上了。啊？什么？是妈出轨你才被别人打成这样子的？天哪，还这么严重？那不是得在床上躺几个月啊？徐凤霞，你给我等着！啊，是这样的，妈这么做也是想给你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，只是出了一点意外嘛。还在狡辩？不是你们我腿，我腿痛死了，我腿不会就断了吗？老婆，帮我叫医生。你们就是病人家属吧？现在病人需要立刻安排手术，你们谁来把字签一下？我来签字，赶紧给我儿子安排手术，看他疼成这样，我这个当妈的心都碎了。5万，这么贵，之前我们一个乡下人才花了2万。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手术的费用也不同。病人是骨头骨折，需要做全髋关节置换，所以价格要略微高一点。当然，你们也可以选择保守治疗，只需要2万，但有一定概率病人术后会成为瘸子，这就要看你们的选择了。瘸子？我不要成为瘸子，别人说我一辈子。妈，给我5万块钱治腿。老公啊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家现在租房子都租最便宜的，现在我们剩的钱只够维持日常的基本生活，哪里能拿得出来5万块钱啊？老婆，你忘了吗？我们有张信用卡，有15万的额度，你取出来5万，到时候我找工作还上不就好了吗？
老公，我也正想跟你说这件事。今天早上我要拿信用卡买点东西，结果我发现信用卡不见了。不见了？怎么会不见呢？我专门跑了一趟银行，银行的专员给我看了视频，是妈把信用卡的钱取走的。站住！你干什么去？妈去上个厕所。你现在上什么厕所？快拿钱！我要痛死了，妈！好，妈，现在这个事关乎我老公会不会拄拐棍，以后成为瘸子的大事啊！妈，你可千万别舍不得钱啊！什么他舍不舍得？那是我的钱！妈，你快拿钱呀！小薇啊，你听妈解释，那个钱我花完了。花完了？你就是个吸血鬼！滚！做手术的人很多，需要排队呢。你们到底保不保腿啊？保，肯定保。老婆，求求你帮我保腿，你想想办法，你去亲戚那借点，去丈母娘那借点，或者妈那肯定还有点，你跟他想想办法，凑一下帮我保腿啊！老公，就算钱借到了的话，你的腿恢复还是要点时间的。那我们借来的钱也要还啊，信用卡的钱也要还啊。我跟妈都要生孩子了，这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凑到一起的话，这家里会非常的困难，这压力也太大了，会把家压垮的呀。你们商量吧。老公，要不然你牺牲一下，咱们保守治疗吧。老婆，不能保守治疗啊！你说的这些问题，到时候都会迎刃而解。你忘了吗？你怀孕的时候，我答应过你，到时候生完孩子，我带你去游山玩水。如果我变成瘸子，我怎么带你去北方滑雪？老婆，求求你帮帮我，凑一凑，帮我治腿吧。可惜啊，张志伟，现在你的承诺在我这里一文不值。当时你狠心要泼妇娶子，只为谋取你的事业，可有曾把我和孩子规划在你的计划之中。这样吧，老公，我也不知道信用卡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先找妈商量一下，如果妈愿意把钱拿出来给你治腿，我就赶紧想尽办法去借钱给你凑上。谢谢老婆，一定帮我保腿，一定要。儿媳妇呀，我刚去查了一下，这信用卡里还有5万块钱，刚好够小薇的手术费，正好可以给她治腿。我是她亲妈，总不能真亲眼看她成瘸子吧？妈，您的想法是好的，但是你儿子的态度吧，你也看到了。你现在害他丢失了工作，还瘸了腿，他现在对你积怨颇深呢。妈，你要是把钱全给他治腿了，他到时候秋后算账，把你赶出家门，到时候你还怎么生孩子啊？哎，别说给孩子好的生活环境了，就算是温饱，到时候都要成问题了。对，这钱不能给小薇治腿，我要留着养孩子。张志伟家属，你们到底是选择5万还是2万的手术？2万。2万。妈，事情已经翻篇了，以后就好好生活吧。你现在要以孩子为主，其他的事啊都是小事，我一定会好好伺候你的。我是你妈，伺候我不是你应该的吗？儿子呀，你出院怎么也不跟妈说一声啊？你现在不方便，妈好去接你啊！你这个畜生，你不配当我妈！儿子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打的就是你这个畜生！现在你知道你是我妈了，我腿断了，为什么不给我花5万块钱的治疗费，而是选择2万块钱的保守治疗？那是我的信用卡，你凭什么占为己有？儿子，这不能怪妈呀，要怪就怪医院的医生，他们说做2万的手术运气好一点，不会缺的，是你运气不好，儿子。好，现在怪我运气不好了是吧？我这一辈子都被你给毁了，我打死你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妈现在可是2条命啊，肚子里还怀着你的亲弟弟，你这么打，非得1尸2命不可啊！都怪你怀了肚子里这个孩子，害我成了瘸子，丢了工作，好好的生活弄得支离破碎的。今天我要把你们都打死！妈，你快跑吧！没追来呀？他腿都瘸了，想追也追不上啊！哎呀，这个该死的白眼狼！我辛辛苦苦把他拉扯大，供他读书，给他娶媳妇，他居然连他自己的亲妈都打，
简直不是人！张志威这次真的是太过分了。不过您放心，他不认你，不代表我不认你。妈，这样子啊，他那边我会好好劝说的。您先找个地方躲躲吧，啊！儿媳妇啊，还是你对妈最好，妈都听你的。快去吧，妈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老公，你说到这个，我突然想起我那3个同学，他们呀被一个做博彩的人给骗了，就是那个老同学田龙。爸，我之前跟你说过那个，我专门跑了一趟银行，银行的专员给我看了视频，是妈把信用卡的钱取走的。每一次，江初夏都好像能预知到事情发生轨迹一样，我早该想到的，我早该想到的。老公，消消气，不管怎么说，那也都是你妈，咱们都是一家人。江初夏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本以为我把东西放在婴儿车的下面不会被发现，没想到还是被你无意中发现了。所以说，我爸沉迷赌博，把房子抵押，输得干干净净，最后摔得终身残疾，是你指引的。我妈捉奸在床，到了公司大闹，害我丢了工作，也是你引导的。包括我妈偷拿我信用卡取钱，我这条腿本可以治好，但我妈却不给我拿钱治，这些都是你怂恿她的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。贱人，你好狠的心！这一切都是你，难道我对你不好吗？你要对我做这么残忍的事情？张志威，你对我可真是太好了。你和你的爸妈处处提防我，害怕我跟你离婚分你的财产。我们结婚3年，你和你的爸妈处处压榨，你对此不闻不问，甚至还和他们一起欺负我。我怀孕6个月，你和你爸妈逼我剖腹取出我的孩子，就为了你一己之私。无论我怎么哀求你，我怎么叫老公，你都选择牺牲我和我的孩子，残忍的到底是谁啊？不，你胡搅蛮缠，你乱说！张志威，你现在就是一个瘸子，你可能连我一个孕妇都打不过，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离婚吧，我们已经结束了。你居然要跟我离婚？不然呢？你这种人渣，难道我留着过年吗？好，你要离婚是吧？我成全你，但是财产我要分1半。张志威，你看看这个家还有什么财产？这个房子我要分1半。你也算是读过书的人，应该有些常识吧？这个房子，它既不是我的，也不是你的，是我妈用自己的积蓄买的，谁都没有资格分，凭什么分你1半呀？所以说，你早就算计好我们会离婚了是吧？所以你才把房产证写的你妈的名字。你撕吧撕吧，我让我妈重新补办一个就是。江初夏，你给我滚滚！我告诉你，这个房子现在是我在交房租，该滚的人是你。我给你半天的时间，把你自己东西收拾一下。江初夏，你算计我这么惨，就别怪我也算计你。喂，赵哥，我是小张啊。是这样的，我想借一笔高利贷。儿媳妇，小薇真的原谅我了吗？妈，她还是在生气的，但是我劝了她，毕竟你是生她养她的妈。她现在已经同意你回来住了。那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她在外面找了份工作，正忙着呢，所以近期她就暂时搬出去住了。妈，你现在先别想那么多，
天大地大都没有肚子里的宝宝大，这可都是来报恩的天使宝宝呀！无论遇到多大的事情，都能挺过去的。只要把宝宝顺利生下来，您就等着享福吧。哎呀，还是我儿媳妇好呀！妈，您先坐着休息会儿，我去做饭。好，当心啊！医生，我婆婆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她本来就是高龄产妇，婴儿偏大已经很多了，现在还伴有妊娠期的高血压和糖尿病。如果不控制饮食的话，继续这样，对她的生产将会极大的困难，甚至由此带来的并发症会危及到母体和婴儿的生命。回去以后一定要注意饮食，好，还有不要吃太多肉啊。好的，谢谢医生。算了，徐凤霞，你是个畜生，但我不是。毕竟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。儿媳妇，我刚还说你好呢，你今天中午就给我吃这个烂菜叶子，肉呢？我可是你妈呀，我可是孕妇。妈，我今天去医院，医生说你是高危妊娠，你不能再这样大鱼大肉的，一定要控制体重，控制饮食。而且你现在的胎儿已经偏大了2周，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你会造成生产困难。如果严重的话，你和胎儿都会有生命危险的。我看你就是舍不得给我花钱。我可是你妈，这个可是你亲弟弟呀！这孕妇不吃肉，营养能跟得上吗？胎儿偏大2周，那是我儿子，长得壮实，一定是个大胖小子。哦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嫉妒。你看看你怀的呀，就是个闺女。你赶紧再去给我炒2盘肉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今后再不给我吃肉，我就闹翻天，我就去告你。哎，今天我没做肉，就是菜。没有，那你就去买呀。我要吃肘子，我要吃糖醋排骨，我还要吃红烧肉。哎呀，大家都来看呀！儿媳妇虐待婆婆了，我儿子一出差，他就不让我吃饭呀！哎呀，真是好人难劝该死鬼呀！妈，你要吃什么，我做什么还不行吗？你别让外人看笑话，多不好啊！这可是你说的啊，少爷啊，我就跟你没完！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好看的？走走走！妈，一会儿我们随便吃点东西，我带您去医院做产检。儿媳妇呀，去检查的钱还不如给我多买点肉吃呢。我以前生小薇的时候没做检查，不照样顺利生下来了吗？妈，您确定用来吃肉？咱们不检查？确定啊。那好吧，妈，我保证你以后每天都大鱼大肉。儿媳妇呀，妈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是不是小薇回来了？是你。哎，这咋了？你们报警了吧？美救英雄哎！喂，110吗？这里有一个人受伤了，你们快点来吧！快进来坐吧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老妹儿，你可让我找的好苦啊！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赵海波，本地最大贷款公司的老板。你好，我叫江初夏，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啊？上次要不是你搭救我，我早就死在外头了，所以我们来报答你。从来都没有想过你的报答。哦，对了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老妹儿，你在外边欠了上百万的高利贷。上百万？我从来没有自己去借过什么高利贷呀，这上百万的债务是怎么来的呀？你看，张志威是你老公吧？这是他拿你的身份证去借的。据我所知，算我在内一共有5家，总金额150万。张志威这个人渣，
赵哥，他现在已经跟我离婚了，而且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，我这该怎么办呀？虽然你们离婚了，但是是用你身份证借的款，而且逾期未还的话，贷款公司会直接起诉借款人。通常由于缺少证据，借款人往往败诉，而且起诉是费时间的，其中利滚利非常可怕。赵哥，你看你是这方面的专家，你能不能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呀？我建议是赶紧找到你老公张志威，尽可能的追回借款。我现在怀着孕，我要找到他没那么容易。老妹儿，放心吧，这个事儿呢就交给我了。另外，我会通知其他4家贷款公司，借多少还多少，不管利息，而且绝不会来骚扰你。赵哥，真的谢谢你。哎呀，老妹儿，客气啥？这样，我有事儿先走了。赵哥，你慢走。张志威，你让我平白无故背上上百万的债务，自己拿着钱去逍遥快活，没那么容易。唐悠悠，悠悠集团的女总裁，身价1000万，这次我一定要跟她把证领，这样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。至于江初夏，你就给我还债。亲爱的，我就喜欢你这点，只会提钱，从不迟到。走吧，我们逛逛。宝贝，选一辆吧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你不需要给我买什么。1个月以前，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，你为了救我被车撞断了腿，我心里别提有多愧疚了。现在怎么能要你的礼物呢？悠悠，我只想证明我是真的爱你，想跟你过一辈子，所以咱们结婚，车子我来买。你呀，真是跟其他男人不同，我太感动了。那就车子你来买，房子我来买。今天啊，我们就去领证，然后你就到我公司做个经理，体验一下生活。这些我都不在乎，我只想跟你在一起。你挑吧。就这辆吧，也不贵，才70多万。好，那我们下周就办婚礼。喂，你是？喂，老妹儿，我赵哥，在贷款合同上找到你的电话，事情我查到了，是这样，张志威这个人渣在海城伪造家世和身份，绑上了一富婆，明天就结婚了。那我得去热闹热闹。我这边有点事儿，你先去处理完，我马上就到。好的。张志威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如愿的。欢迎各位百忙之中来参加张志威先生和唐悠悠小姐的婚礼，请大家掌声欢迎。感谢各位亲朋好友抽空来参加我的婚礼，我也很荣幸能娶到唐悠悠这么优秀的女孩，我很爱她。听说这张志威是书香世家，父母在国外都是出了名的教授，而张志威本身呢也是博士毕业，非常有学识和文化。唐总有钱，张志威有学识，这俩人还真是般配啊！对，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。有个女孩终于等到了她的白马王子，我相信她自己也是十分的紧张和期待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新娘唐悠悠小姐。好，离开了江初夏那个贱人，简直就是走大运了。不仅娶这么漂亮的老婆，关键还有钱，简直就是人生赢家呀！请新娘新郎交换结婚戒指。江初夏，想不到吧？你给老子背锅，老子却从此要走上人生巅峰了。等一下，这孕妇是谁呀？不知道。这位女士，你是谁啊？你好，你是唐悠悠女士吧？我是江初夏，张志威的老婆。张志威有老婆还和唐总结婚？真的假的呀？亲爱的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老婆，你别听这个疯婆子胡说八道。疯婆子，敢在这儿闹事儿，你找死啊！
老公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我肚子里还怀着你的孩子啊！不是承诺我说要爱我一生一世，要做个好丈夫、好爸爸。你现在在这里跟别人结婚，那我怎么办？我算什么？住口！你个疯婆子在这胡说八道！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就是想来讹钱的是吧？来人，给他拖走！这孕妇真的是为了钱来捣乱的吗？现在很多人为了钱不择手段，不排除这种可能。江初夏想破坏我的好事儿，呸！我这里有直接的证据，可以证明我和张志威是夫妻关系。等等，你有什么证据？老婆，别因为这个疯婆子耽误我们的吉时。难道你真不相信我？亲爱的，正因为我相信你，才要证明你的清白，否则这件事情不清不楚，别人会在背后议论你的，我唐悠悠也会被人家笑话的。可是，好了，也浪费不了多少时间，把证据拿出来吧。我和张志威是3年前登记的，这是我们的婚纱照。婚纱照都有了，难道这孕妇真的是张志威的老婆啊？那张志威岂不是犯了重婚罪？可张志威是书香世家，不至于做这么卑鄙下流的事情吧？张志威，你说你跟他不认识，那这婚纱照怎么解释啊？老婆，我承认，她的确是我老婆，但是这个女人沉迷赌博，到处借贷，把家里输得一干二净。现在她和别人偷情，怀了别人的孩子，她现在就是见不得我好，才来闹事。离婚是真的，但是离婚的原因是张志威在胡说八道。唐总，你千万不要相信他。老婆，我爱你，我就是太害怕失去你，所以我第一时间没有承认。这件事是我的错，如果你要怪我没话说，我走就是了。祝你幸福。志威，每个人都有他的过去，我在乎的不是他的过去，我在乎的是今天和我们的未来。老婆，太好了，那就别让这个疯女人耽误我们的吉时好吗？来人，把这个胆大包天的孕妇给我拖出去！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张志威，你简直不是人！唐总这么信任你，你1次2次的欺骗他，以前你把我伤得遍体鳞伤，现在我绝不会容许你再祸害其他女孩子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连我的人也敢动！赵哥，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。今天这个女人我保定了，我看谁敢动她！大胆！你谁啊？敢来闹我们的婚礼？我认识他，云城的1号人物，最大的借贷公司老板赵海波，曾经跟我有过好几次合作。啊，那也不能来闹我们的婚礼。唐总，你我也是老相识了，没想到聪明的你是个恋爱脑，竟然被这个渣男骗得团团转。老婆，我明白了，他们是一伙的，他们就是想来讹钱。难道你妈跟我们一起讹你的钱吗？好你个白眼狼！枉我把你养这么大，你居然不管你妈的死活，独自在海上享福，你简直太不是人了！你谁呀你？哎呀，你还装不认识我？他呀，左边屁股上有一个黑色的胎记，肚子上有一个烫伤，就是你小时候贪玩被开水烫的。住口！给我住口！居然都说对了，在我面前装个屁呀！我可是你妈呀！唐总，事情经过是这样，张志威用初夏的身份证，在外面借了100多万的高利贷，他来海城伪造身份傍富婆，为了接近你，甚至还伪造车祸，其实啊，就是图你的钱。唐总，你要不信的话，这里是证据。老婆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在云城就已经断了腿，所以你精心布置的一场车祸，就是为了让我心生愧疚，你才能走进我的心里。你的所有背景和经历都是伪造的吧？啊！我不介意你的出身，我也不在意你的学历，你为什么要骗我呀？啊！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这张志威太过分了，为了傍富婆，
竟然伪造家世，抛弃妻子，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认。唐总，这种人根本配不上你。对，根本配不上。对，根本配不上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做这些都是因为爱你，相信我，请你相信我。敢骗到我的头上，来人，给我狠狠的打！初夏，救我！再打就出人命了。张志威，你用我的身份证借贷了上百万，让我替你背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是一个孕妇，我没有偿还能力。当那些债主找上门的时候，我该怎么面对？现在你凭什么让我替你求情啊？你不过自作自受罢了。不过唐总，为了一个人渣沾上人命，不值。停！江初夏、徐凤霞，你们害我失去锦衣玉食的生活，我跟你们拼了！看来你是死不悔改。来人，把他腿脚打断，扔到街上自生自灭。张志威给我买的车子和饰品，我会一并的还给他。另外表示歉意，你莫名的背上了债，缺多少我给你补上，为你消除债务。谢谢唐总，谢谢你。应该谢谢的是你才对，是你及时戳穿了这个渣男的真面目，要不然指不定我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悲惨遭遇。对不起大家了，今天的这场婚礼取消了，散了吧。赵哥，谢谢你帮我收集证据。就这么谢我呀？要不你以身相许？要不你以身相许？赵哥，你别开我玩笑。好了，在这儿等我们，我去开车。等下一起回云城。好的。媳妇呀，你交代的事情我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，该给我的10万可以给了吧？什么？小薇偷你身份证去借了100多万高利贷啊？还跑到海城去伪造身份傍富婆，今天就要结婚了。妈，我想让你到张志威的婚礼现场去揭穿他的真面目。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会给你10万块钱。10万？好好好，我答应你帮忙。拿着吧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我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江初夏。今天要是拿了这个钱，他以后要是不管我了，那可怎么办？哎呀，儿媳妇啊，我就是开个玩笑。这张志威啊，他不是人。就算你不给我钱，我也会揭穿他的。那好吧，妈，那这笔钱就留着给你养胎生孩子吧。真的呀？妈，你现在就只有我一个依靠了，我会加倍对你好的。放心，一定让你顺顺利利的把孩子生下来。儿媳妇呀，你这么想就对了，孝敬长辈那样是应该的嘛。喂，您是徐凤霞女士的家属吗？是的。根据徐凤霞女士上午的检查报告来看，胎儿和孕妇的情况很糟糕，随时都有可能出事。我们医院还是建议不要这个孩子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儿媳妇，检查报告出来了，医生怎么说？妈，医生说胎儿的情况很糟糕，建议你不要这个孩子。哪个医生说的呀？放他娘的狗屁！我孩子好的很呢，别搭理那蹩脚医生。哎，快上菜，我饿了，我要吃肉。好吃好吃，真好吃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好疼，我是不是要生了？你才怀孕6个月，怎么会要生了呢？不行，肚子好疼快帮我打120，快，儿媳妇！
快帮我打120，快，儿媳妇！你们一家人真是天道好轮回，你也没想到你会有今天吧？儿媳妇，出家，你对我最好了，求求你帮帮我吧，帮我叫一声吧。当初我求你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的？你好像是这样的。出家，妈的儿媳，我求求你帮我叫一声吧，你就当看在孩子的面子上，求求你帮帮我吧，求求你了！孩子终究是无辜的。喂，120吗？这里有一位孕妇晕倒了，需要急救。医生啊，求你一定要保住我的孩子，这个孩子就是我的命啊！医生，大人和孩子情况怎么样了？医生，大人和孩子情况怎么样了？非常的糟糕啊，而且各项指标是严重超标的。胎儿不仅是少颈4圈，而且是偏大的。这种情况下，只能做剖腹产手术，因为胎儿过大，手术过程中危险系数是极大的，胎儿可能会导致羊水栓塞等生命状况。孕妇会出现子宫或膀胱破损。你的意思是，大人和孩子都极有可能有生命危险吗？是的，就算是侥幸存活的话，胎儿也会患上很多的疾病，孕妇也会出现终生小便失禁、骨盆变形、子宫受损、高血压等妇科的后遗症。这么可怕！医生呀，我不想生了，我现在把孩子流掉行不行？你现在已经有早产现象了，此时流产对你的身体是有极大的损害，我建议马上做手术。可是孩子才6个月啊，剖腹产出来也是早产了，能活吗？存活概率还是很大的，不过如果你不做手术的话，不仅婴儿保不住，你的生命也会有极大的危险。医生，尽快安排手术吧，尽可能的保住孩子。好。医生，我害怕，我不想生了。妈，你这一路走来，吃了多少苦，受了多少累啊！因为这个孩子，你和老公离婚，和儿子闹僵，全世界都抛弃了你。如果这个时候你放弃了这个孩子，那之前做的一切不都白费了吗？医生，我生，马上给我安排手术，一定要把孩子顺利生下来。好，准备一下吧。糟了，这孩子全身青紫，呼声微弱，伴有呼吸性呻吟。孩子随时可能出现缺血缺氧性脑病，引起抽搐、全身循环衰竭，甚至死亡。快注入外源肺表面活性物质成分，并进行无创呼吸机通气治疗。不好，病人心脏骤停，赶紧准备特效药，准备救活病人。可是这特效药副作用很大，人都要死了，还管什么副作用？抓紧准备。医生，孩子怎么样？孩子第一时间就送到保温箱治疗，可最终还是没挺过来。对了，你婆婆做手术的时候子宫破裂，幸好做了子宫切除手术，才保下一条命。后续要好好养伤，不然要落下一身病。我孩子没了，我子宫也没了。妈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现在的人随便吃，营养都是够的。可是你就是不听我的，你老是有老一辈的那种思想，每天吃那么多，你看你现在咋办啊？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，要不是你非要留着肚子里的灾星，我儿子就不会死。是你的孩子克死了我的孩子，江初夏，都是你让我吃这么多肉，导致我体重超标，都怪你。徐凤霞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我告诉你，开始我的确想这么做，但是我发现我自己根本狠不下心，毕竟孩子是无辜的，所以我劝你要听医嘱，多吃菜少吃肉。可是你不但不听，还说我虐待你。徐凤霞，我只能说这都是你的命。
他要是摔倒流了孩子，那就是他的命。哼！我知道了，视频是你拍的，是你让我失去了过上好日子的机会，是你让我们一家人反目成仇。答对了。如果你不想着害我，你又怎么会出事？如果你不去偷情出轨，我又怎么样抓得到你的把柄，用来算计你啊？所以我说，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，不是吗？我要告你敲诈！我要告你敲诈！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敲诈你啊？你的钱是进了我的腰包吗？江初夏，你个贱人！这些都是你算计好的。怎么，你现在也尝到了被人算计、受到了伤害是多么愤怒的心情了吧？江初夏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我又没有做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情，我遭什么报应啊？倒是你呀，徐凤霞，你现在所遭受的一切，老公和儿子离你而去，就连你怀的婴儿也早产死了，而且你还被摘除了子宫，这一切不是你的报应吗？初夏，住院手续都已经办好了，就等肚子里的小家伙开始发力，睁开眼看看这个世界。谢谢你啊，赵哥。哎，谢什么？我的心意你是明白的。你以前经历的一切，我只有心疼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再经历一次。至于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，我愿意把他当做亲生孩子一样对待。你不答应我没事的。我只能说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我再想想吧。哎呦，怎么了？要生了吗？初夏，你挺住，我马上去叫医生。医生，不是，赵哥，是我最近胎动频繁，我宝宝啊踢了我好几脚。吓死我了，这个小调皮。赵哥，其实这段时间你对我的好，我都看在眼里，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对我这么好过，更何况我还怀了别人的孩子。正如唐悠悠说的一样，你的过去我不在乎，谁都有过去，我在乎的是你的现在和未来。赵哥，等孩子出生之后，我想给你开个奶茶店，你有兴趣吗？有兴趣，当然有兴趣。往后的生活都是灿烂而美好的，真好。哎呀，真调皮，又胎动了。不是，是要生了啊！医生，